好，那我们来看第3课所有格和间接受格。那什么是所有格呢？所有格呢也叫属格啊，表示一个归属关系。当然所有格啊，它不仅仅只限于归属，它还限于很多。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举例子啊。那实际上所有格是在希腊文当中，在这个格当中啊最复杂的一种格啊。那对它的解读翻译都是非常有挑战的。后面我们会举例子说明。那它的这个格字尾啊有个特点啊，然后 on 呢就是复数字尾就是 omega 加 nun 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这里面举的例子说神的律法nomos 是律法然后呢它是讲是神的律法这里就是说to theu 所以它这里面是指向就是我们英文里面我们中文是怎么表达这个所有格呢？一般是用这个的那在这个在这个英文里面，它就是用 of 对不对来表达一个所有嘛，对吧？就是这个 the word 就是 这个叫什么 the law of the God 对吧？或者是 God's law 加一个 EPS 表达一个属语，对不对？那我们中文呢，就是用什么什么的来翻译这个所有格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he doxa 就是指这个荣耀，神的荣耀呢 anthropon 这个就是指这个神的荣耀所以它都是以这个 upsilon 结尾的，对不对？那么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神的时候，讲到荣耀的时候，讲到人的时候，那这个他都是用当然这是单数它就是用一个这个乌那来表达它是一个所有格。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就翻译为的就好了。对，就是什么谁的是属于谁的那个就是它是用所有格，什么什么的。对，比如说这个里面的翻译，你翻译的时候是the law of God 对吧？比如说 of 就是 of 后面的这个就是所有格，或者是这个是 the glory of people 或者 glory of man， 那它这个 of 后面的这个就是所有格，可以理解吗？在英文里边就是 of 后面的就是所有格。那我看中文里面中文里面的是中文是反过来翻译的中文是神的，对不对？他把神放在前面了其实英文里面是把这个是放在后面的，这是 the law of God 对吧？这是 the law of God， 所以它前面这个不是用所有格，是 of 后面的是用所有格。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把这个 of 后面的放到前面翻译的，说是神的荣耀。大家就记住了所有格它表示的一个归属关系它是用 upsilon 作为所有格单字的字尾然后呢这个 on 是所有格复数的字尾，它表达了一个归属，就是说只要是属于它的，谁拥有它，谁就用所有格他用所有格的目的就是要指向这个拥有者，或者是就是要修饰的这个人。好，接下来是间接受格。我们之前讲了直接受格，直接受格是指这个动词直接作用的这个就是谁直接承受了这个动词本身，它就是直接受格。而间接受格呢，它就是间接的就是所以英文里面它就是用 to in with 等等它还表示时间、工具、原因和方法等等所以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比较容易的，就是 to 基本上都是用 to 就可以能够把这个间接受格把它翻译出来。那我们中文里面呢，一般就是用像像或者是在这种方式来翻译。比如说这里讲到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那这个就是讲到angelos 这个写错，这个是 angelos curion 就是指
angelos 是使者嘛，天使嘛。Curio 你看这是主的使者哈，看到没有？这就所有格，这个 Curio 这个主就是一个所有格啊，对吧？然后呢cut on night， 然后fan 哈，就是在这个梦中显现。然后呢 auto 这里就是指向他对他对他显现所以主在梦中显现是对他向他所以他是就是用 to 或者是我们说用向来表明它是一个间接的受格。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 Macarion 这个就是指有福的什么样的有福呢？这个是 Ptohoi 就是说这个贫穷的。什么样的贫穷？这是指贫穷的人这是一个形容词做名词用。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贫穷的人呢？就是在灵里to pneumati 就是在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用一个在来表明它是一个间接受格对，后面我们会讲间接受格的一个标志这个底写的 uta 就很清楚能够看到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 pass whole 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什么呢？这个是 orgizomenos 那就是指这个发怒的to adelo 这也是间接受格就是 adelphoi 是指这个兄弟auto 是他的兄弟这个也是一个所有格，他的兄弟，然后呢就是向他兄弟对他兄弟那这两个都是间接受格。所以间接受格其实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就是你如果翻译为像或在或这些它底下有个底写的 uta 是比较容易辨认出来它是一个间接受格你翻译的时候就是加上就是这个 to 就比较容易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底写 uta 了底写 uta 呢就是说这个 uta 它写到这个字母的下面，那单数就是一个 uta， 小写复数的 uta 后面加个这个 sigma。那一般它是怎么样变化的呢？一般就是比如说它是以这个阿尔法结尾的，它加一个 uta， 那么这个 uta 加过来的时候呢就直接写到这个阿尔法下面去了就是写一个小撇儿。如果它是 eta 结尾的呢，加个 uta 呢，就在这个 eta 下面加个小撇儿好，如果说我们这个 omicron 结尾的呢，它的特点就是会变成这个，你看一遍一遍这个短音变成长音变成短音然后就这个就变成了这个 omega 下面加一个这个 uta 就是变成这样。如果它后面是 logos 这个如果这个地方加个 sigma 的话logos 那就是一个复数的所以底写 uta 就是间接受格的格字尾所以很容易分辨出来，对吧？只要有这个你就知道它是间接受格，翻译的时候就是像或者在就可以了。这位表又得背了就是说主格直接受格我们都背过了嘛，现在就是所有格刚刚我们讲了加 upsilon 是吧？然后间接受格都是加 uta， 你看嘛，都是加 uta， 是不是当然那它是底写的底写。如果是复数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这样 uta 加一个 sigma 就好了所以这个它的格字尾是比较容易，它没有什么其他变化这个比较容易就是都一样的，这单数都一样，复数也都一样，是吧？这是好消息不用背那么多，你就知道就好了。那么所有格呢就有点不一样了。所有格单数的话，这 upsilon， 那第一格便是的阴性的这是加 sigma，
第二个辨识的这个跟中性的跟阳性的是一样的。那么所有格的复数都是这个 on 这也是很好的就都是 on， 这就省得我们记那么多了对吧？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们先加母音如果加上母音的话，就是说我们就一下都把它背下来嘛，对吧？它的顺序是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和直接受格单数然后复数也是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和直接受格，所以就变成了这个 os u o， 这就是这个就是 o on， 然后 oi on ois us。所以你还是四个一起背，单数背一个 ois u o， 然后 on 然后复数呢就是也是一起背，就是oi on ois us， 好吧？这个就是这样背。那么另外的阴性也是，就是 a is a n， 这四个当然这还有 r us r on 这是那，但是它的复数都是一样的就是 I on us us I on us us 那中性的话呢，就是 on u o on 这四个，然后呢 r on us r 它原来不是 on r 嘛，对吧？中间又加了一个 u o 和 on us， 是吧？所以这个复数呢，就直接加上这个就是这个Utah 加 sigma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加单词了是吧？继续在之前那个表上把单词加上去不过好处就是我刚刚讲了嘛，那个间接受格，对吧？它加了这个字尾它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比较好好，那就还是四个读就是我们怎么读呢？我们就是先读单数的，然后再读复数的，就是 logos logo logo logon 就是说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和直接受格，这是单数，然后再读复数 logoi logon logos logos， 就一个词你得把它这个8个变化形式你都得记下来。好，那么阴性的话呢，就是格拉费、格拉费斯、格拉费、格拉芬这是单数的。复数的就是格拉费、格拉凤、格拉费斯、格拉法斯，对吧？然后呢，这个阿尔法结尾呢，就是 hora、horas、hora、horon。复数的就是 horai、horon、horas、horas。中性的话呢，就是 ergon、ergo、ergo、ergon。复数的话就是 erga、ergon、ergo、ergois、erga。接下来那就是冠词啦，大家记得这个冠词是吧？那又得加8个进来所以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那个冠词 ho、to、to、痛这是单数的 ，hoi、痛、twice、tooth 这就是复数的。debate 阴性的就是 he、tis、tis、ten 复数的就是 high、痛、tas、tas， 这 ties 的 tas。中数的to、to、to、to 这两个其实就一个长一个短，都是to 就是其实这个你就是透过字形滴血犹他来判断发音很难判断出来。ta、痛、twice、ta。老师，我觉得你把那个新学的内容加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会让他们变得迷糊。是吧？你知道为啥会迷糊不？因为我们之前是主格，然后是直接受格，对吧？然后
主格直接受格，对吧？现在呢，它这两个呢是穿插到中间的，就所有格跟间接受格是放在中间的，所以一下就把原来那个打乱了嘛，对吧？会让你觉得有点迷糊。但是最终我们要背的这个表其实是这个表，就这个完整的表，就是它是按照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的这个顺序排列下来的。这个表的顺序不能动了就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背了。而且冠词的好处就是它的字形变化，所有的冠词字形变化都在这里了没有它不可能有其他的变化了所以就是你随便看到一个词的时候，给你这个你就知道，你要立刻能分辨出来它是阴性的直接受格的单数 ten， 这个就是这个 the 都是 the， 翻译为都是 the， 对吧？只是字形不一样但是你就要透过字形来知道说它是修饰的一个直接受格的一个单数，这就是它词形变化的存在的意义了。这个可以理解吧？那我们读一遍吧，好吧？来，我们还是四个读，好吧？四个读好 to to 통 hoi 통 twice tus， 读阴性的hey tis tis ten hi 통 tas tis tas， 中性的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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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复数的他 통 twice ta， 就这样，就是反正得背吧好，这个背完了之后呢，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冠词要跟名词连到一块了，那就是完整的词性变化表。所以我们这个星期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表背了就是把冠词加上名词一起把它背下来，而且你要能分辨它的字尾是什么这个很关键。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做练习让大家拿一个字来给它变一下变这8种不同的样式，把它变出来你要能做到会背、会读、会默写，就给你一个字，让你说好了，你把它的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单数、复数全部都写出来，加上冠词那你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你这一课你就等于掌握了，好吧？那读吧这个就是 ho logos to logon to logon 통 logon这是前面4个。复数的话就是 hoi logon 통 logon tois logos tus logos就是这样。那阴性的就是 he graphe tes graphes， 然后 te graphe ten graphen。复数的就是 hi 复数都是一个hi graphi 통 graphon tais graphas tas graphas tais graphas phis tas graphas。那这个就是 hora horas hora horon 这个单数是这样。那中性的名词呢，就是 to ergon to ergo to ergo to ergon ta erga to ergon tois ergois ta erga所以你看它的主格这两个都是这个我们上次都讲了，它俩是长一样的，对不对这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名词第4个规则就是如果可能的话，间接受格单数字尾优塔要抵写这个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抵写优塔是我们区分它是不是间接受格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很关键那么第5个就是母音的长度经常改变所谓的母音交替就是它 omicron 加 iota 这两个不是变长了吗？对吧？短的加一个短的，两个就应该变长嘛，所以它直接就变一个 omega 变长音就好了所以它这是一个母音交替的形式就是说两个短的放一块变长的，那它有个长音的它都是发对吧
是吧？那它不是就用个长音 all 代替这个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logos 那个里面会这个表里面哈，大家看到哈，它这为什么是以这个 omega 为结束的，对不对？啊，因为它是一个长音的这个 all 哈，所以它是因为加了滴血 u 变成这样的。那在复数的时候呢，因为它就直接加出来了嘛，对吧？就没有滴血 u 这个东西了，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 sigma 啊，所以就是还是 logo 哈，就是 logos 啊。那么所有格、间接受格、阳性、中性字尾相同，这个我跟大家也看过了哈，在这个字尾表当中啊，阳性跟中性的哈，这个你看，这个是物，对不对啊？这个都是长得一样的字尾啊，这个所有格的复数的字尾都是长得一样的，对不对？这个也是帮我们稍微好记了那么一点点，可以这样说，是吧？都是 on 嘛，那不也帮你好记？所以这个表呢，你竖着背、横着背都可以啊，看你怎么记。有的人喜欢横着背哈，因为它这个像这个所有格复数，它如果横着背就很容易啊，通 logon、通 graphon、通 ergon，对吧？它都是 on 结尾的，是不是嘛？啊，所以这个一个这个 on 就把所有的这三个都背下来了，对吧？啊，所以你不管横着，反正你不管横着背还是竖着背，反正得把它背下来。好，我们来看部分有格变式的词，就是说有些词啊，尤其是专有名词，它的格变式的变化呢，跟普通的变化不一样，是比较特殊的。那这里面呢，我们不会列出所有的词性变化表，只是说我们遇到了就会给大家说。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耶稣啊，那这个是一个名词嘛，专有名词啊，所以你看它的主格单数哈，耶稣啊，然后所有格跟间接受格竟然长得是一样的，看到没有？这是耶稣啊，耶稣，然后有个耶颂啊，所以这种变化它就是一个非规则的变化，那怎么办呢？啊，那就只能单独记啊。那你说我怎么分辨呢？这个所有格跟间接受格长得是一样的哈，我怎么把它分辨出来呢？那就看前面的冠词了哈。所以这时候冠词就很重要了。啊，透过冠词就能判断它是所有格还是间接受格，是吧？好，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啊，所以你的冠词也要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典语言哈，它的字形很重要哈。啊，因为冠词是不变的啊，所以透过冠词你就知道它修饰的这个词是哪一个格。还有一个呢，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哈，有大概36个字哈，它是属于第一格变式，但是呢，它的第一格变式的变法也是另外一种模式的变法啊。那就是它的这个单数的所有格，还有间接受格的字尾，它是从阿尔法变成了 eta， 这个你看这个差别哈，阿尔法变成这个 eta， 这 eta 怎么出来的啊？所以这些是一个另外一种变化方式。那这36个字里面只有4个字是比较常见的哈，所以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字啊，就这个荣耀这个字啊，它是比较常见的。那它的变化呢是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是这个是阿尔法嘛，对吧？但是呢，它是这个变成这个 eta 啊，所以有点不大一样。好，那就是我们来看哈，那这个是 doxa 哈，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是 doxis 啊，不是 doxas 了，doxis 啊，doxy 啊，doxa 啊，那复数是 doxai、doxon、doxis、doxas 啊，这就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单数的这里，所以它呢，从阿尔法变成 eta 的一个变化规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第一个变式的一个字啊，如果这个字它的字干它的这个字尾是阿尔法，但是阿尔法前面呢是epsilon、iota 或者是这个 rho 啊，
就这几个。那它加上它后面的这个字尾啊又是阿尔法那么它变成间接受格的时候，还有所有格的时候呢，它就还是阿尔法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不是这几个，你看像这个 c 就不是嘛，它就变成了 eta 所有格跟间接受格这就变成了 eta 就是这样那当然那个阴性的名词不管是单数的变化怎么样，所有的复数它都是阿尔法结束的那个是阴性的所以这里我们在辨别一个字它是哪一个格的时候呢，你大概要知道一些特点就是说像这个表里面呢，比如说你看这个 logos logos 那这个 us 结尾的，对不对？它一定是复数的直接受格它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有呢，如果是一个滴血优塔，它一定就是单数的间接受格嘛，对吧？所以这些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很快的判断它是哪一个类别但是呢，其他的字尾呢，它可能有其他地方的出现因为它有可能重复的地方或怎么样那尤其是这个中性名词它有很多是重复的地方，对吧？那么具体它是这个，比如说这个 erga， 对吧？它可以是直接受格的这个复数，也可以是主格的复数，对不对？那它究竟是哪一个呢？那可能我们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去判断了。但是有一些它像滴血优塔啦像这个物斯这些它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标记让我们能够判断出来它是哪个类别。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尤其是你遇到不规则变化的时候，你要知道它还有另外一种模式。然后我们讲翻译了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用这个关键词，当然这个是英文的课本，所以它就是说用 of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要词，就是或者关键词，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所有格这个意思翻译出来。英文就很容易，就是 of 但是中文的话，我们就是用什么的吧，对吧？然后呢，你在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就要看看它后面有没有一个所有格的字，看它的冠词所有格这些如果有的话，你就要知道要把它放在一起，对吧？像这个 whole logos 呢，它都是这个主格的，对不对吧？这两个就是一块的嘛to see 物这就是所有格的嘛source 是一个动词，是拯救 pushas 这是指灵魂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你就看看它这个 whole logos 是一个名词嘛，对吧？那你就看看它后面有没有所有格就知道它是什么什么的是谁的这个 logos， 对吧？那它有所有格的话，你翻译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所有格就翻出来。当然中文我们是反过来了我们就是神的道会要拯救灵魂。那我们断句的时候呢，也是，就是所有格要跟它修饰的名词和冠词放在一起所以你断句的时候是 whole logos to see 物这样whole logos to see 物就是神的道，就跟我们中文的断句也是一样的神的道将会拯救灵魂，动词是神的道是一个整体，然后将会拯救是一个整体，然后灵魂是一个整体就神的道将会拯救灵魂。所以读希腊文的时候也是这样断句的翻译的时候也是这样断句的就是 whole logos to theou 就是指神的道 source pushas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这一句话，好吧？我们就是这样断句读whole logos to theou source pushas pushas 好，这样能理解吧就是把所有格和它所修饰的名词放在一起 whole logos to theou source pushas 好，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哈，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翻译的问题了哈。我刚刚讲到所有格的翻译啊，它其实非常的广泛，就是说它不仅仅可以翻译为什么什么的，它是可以翻译为什么什么的，但是它这个什么什么的呢，它有更丰富的内涵。在英文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翻译为这个 of 嘛，对吧？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在，英文里面，这个所有格它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内涵呢？就是它可以不仅表明是什么什么的什么 of，它还可以表明是比如说在什么什么之上 above 啊，那还可以表明是什么什么之前，或者什么什么之下，或者什么什么之后。或者什么什么之中都可以，就是它的这个所有格的表达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是可以表达一种属语的，它也可以表达超越，表达在什么下面，表达甚至时间上的一些就是先后都是可以表达的。所以一个所有格的翻译不能简简单单的看到它就翻译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不是那么简单。当然你可以这样翻，只是说你要知道它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可以有细微的调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著名的所有格的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恢复本的圣经有没有听过恢复本的圣经？听过这个李长寿这一派他们这个恢复本的圣经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哈？听过。听过对，就是我们听过的是。对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以前李长寿搞的这个呼喊派然后呢后面就是这个小群教会小群然后当然这个后面这个尼托生是吧包括现在于洪杰他们大概都是这一派的，不过他们不看恢复本圣经，就是我们所谓的召会大概都是这一个类别的恢复本圣经。恢复本圣经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李长寿他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他认为耶稣呢他是一个被造的神他是一个次等的神，他是被造出来的一个神那这个观点其实是从亚流主义来的亚流就是当时的一个异端他包括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上次我们讲道就是神，这个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一点那李长寿在翻译这个恢复本圣经的时候呢，他这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一节哥罗西书1章15节，他的翻译跟和合本的翻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这个翻译最大的争议处就是对这个所有格的翻译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句话。首先这个 horse 这个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就是它是一个主格单数的horse st 就是这个是是一个动词，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是icon icon 是指这个像外表我们的翻译就这个像，什么像呢？to see 物这里然后就神的像，对吧它是这个所有格to see 物。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这个 to， 这还是所有格orato 是指看不见的所以就是看不见的神的像所以你看它这个就是有好几个的嘛，对吧？看不见的神的像当然这个 horse st 它其实是指前面一句话是讲的耶稣嘛，讲的圣子，所以我们这里翻译就把这个圣爱子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其实指向前面，因为它上文还有所以就是说前面这个就是说指这个爱子就是神爱子，它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这个是 prototokos 呢是指这个手生的它是一个形容词
啊，所以我们也翻译为形容词，因为这个esteem 它其实是一个术语动词在这里啊，它是什么什么哈，所以这个是呢也把它跟这个 prototokos 放在一起了啊，就是也是首生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啊。pantes 就是所有所有的啊，这是一个所有格，就是所有的 all， 我们英文就是 every 啊 all， 接下来就是这个词这个是 Ktesios 呢是指这个被造的被造物，或者是指创造物就神的创造物、被造物，这是一个所有格这是一个所有格。所以如果是说所有格的话当然它是跟这个就是指我们翻译的是这是被造物嘛，这是神的这个首生的，对吧？在所有的这个被造物，如果我们用所有格的英文的这个翻译的话你看你就正常翻译的话，你会怎么翻呢？你正常翻译的话就是 of， 对吧？然后呢 all， 对吧？这个 all 嘛，对吧？那然后呢 creation。英文翻译就是这样嘛，是吧？就是 of all crea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个耶稣是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当然，它这个都是跟前面这个爱子连到一块了，是一句话就是说爱子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爱子是首生的，爱子的 son is 什么 of all creation， 什么意思呢？就你是可以把它翻译为它是一切受造之物的 prototokos 首生者，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在这里这个短语是可以用 of 来翻的，就如果你用这个所有格的话，你是可以翻译为 of all creation， 就是说它是指所有的嘛，就是它是其中的一个嘛，它被属于它嘛，这样理解嘛，对吧？它是属于被造物的第一个它是属于被造物的第一个。所以恢复本翻译就是说，爱子是能不能看见，这前面是一样的。它后面翻译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就你如果你用英文的直接翻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The firstborn， 这就是首生的 of， 然后这是一个所有格嘛 ，of all creation， 对吧？没有问题啊。所以如果是按照所有格翻译的话，就是翻译为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那你觉得这样翻译是不是会有问题了？对不对？是不是会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你说，如果从语法的角度来说，你说你这翻没问题但是恢复本圣经故意就是这样翻，它其实就是要表达它的神学，就是说耶稣是受造之物的第一个，就是他是神创造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所有格的翻译的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从语法的角度呢，你当然可以翻译为这个 of，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希腊文的这个所有格它的翻译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内涵是非常多的，它不仅仅可以用 of， 它也可以用 above 超越，在什么之上，或者是用这个 beyond也是可以，就是 above all creation beyond all creation， 它可以表明一个超越，或者用在时间上的 before all creation 都可以。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怎么翻？你看，它是首生的，这是没问题，首生的。然后在一切创造物被造的以先，你看到没有？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是用了另外一个，就这个所有格的一个可以翻译的一个形式就是它是说
是翻译这个Ktisos 的时候是翻译为在一切被造物或者一切创造物以前或者以先，这样的翻译是可以的就是从这个所有格本身的内涵上来说，你可以是翻译为 of， 也可以翻译为 before， 或者是翻译为 above， 都可以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到底翻译哪种？我这翻译 of 和翻译为这个以先before 那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对吧？如果你翻译为以先，你就会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不是在这个被造的，对吧？他是被造以前嘛，对吧？但是你翻译为什么什么得的时候就麻烦了就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就变成了他是被创造的第一个，是吧？这个是在创造之前就存在，这个是被创造出来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从语法上的确这两种翻译在语法的这个层面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要看上下文，那个作者他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他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他到底是不是就是要证明说耶稣是被造的呢？如果你看整个哥罗西书第1章那个上下文，保罗其实在不断的强调耶稣的超越性，对不对嘛？他在强调耶稣的超越性，他在强调这个基督在万有之上，是不是嘛？强调了基督这种天上一切这个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是不是？一切地上天上的都是这个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对吧？所以保罗在上下文没有在论述说耶稣是被造的所以在这个所有格的翻译当中，你就不能把这个翻译成他是被造的被造物当中的首生者第一个而是应该把它翻译为超越的在一切被造物之先或者之上因为你要根据上下文来去翻嘛，才能翻得准嘛，对吧？你单独拿这句话，你当然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翻法但是你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保罗绝对没有在论述说耶稣是被造物的第一个，反倒他在上下文里面论述的是这个耶稣的超越性，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和合本不是恢复本圣经，它下面还有一个解读这是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李长忠自己写的还是什么。他说基督是神，他是创造者，然而基督是人，有份于受造的血肉之体，所以他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指基督在一切受造之物中居首位。因为从本节到18节，基督这使徒着重基督在万有中的首位。所以他的解读还是说，因为这个他有被造的一部分，所以他是受造之物中的这个首位所以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虽然耶稣的这个人性是有受造的一部分，但是保罗并没有论述说他就是被造的，这是另外两回事情，他只是取了人性而已那个跟他就变成了受造之物那个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好，所以你看我们学语法不仅是要了解这个所有格它的一个翻译的不同的情况就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同时也要把握这个上下文来去了解说哪一种翻译更符合这个上下文这个文脉更符合这个作者的原意，对吧？不然的话你这个翻译会导致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了解一下这个所有格在整个希腊文里面它的一个翻译的复杂性那我们今天来看单词吧单词不多那我们现在要背单词的时候呢，就会不仅要背它的这个冠词因为你要知道它的阳性、阴性、中性嘛，对吧？你就透过冠词，同时还要背它的所有格。那这样的话，你就这两个记住了，你基本上那一个词它的8种变化你都能记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 hamartia 就是罪hamartia， 它后面加个 us， 就是表明它的所有格这当然是单数的就是它的hamartias
就是这个单数，就是说这个是所有格。然后呢，这个 he 就表明它这个是一个阴性的嘛，对吧？那所以我们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读的，就是 hamartia hamartias he 就可以了。或者你是说 he hamartia hamartias 也可以。就看你怎么记，反正你得这3个得把它记下来。就是一个单词，你要记它的这个冠词，还要记它的一个所有格。它当然这里只是把这个所有格的字尾写出来。好，怎么样？可以吗？那我们读的时候，我平时的习惯就是先读这个 he hamatia hamatias。这样的话，跟那个表也是一致的嘛，也更好背它，好吧？好，所以我就读一遍，我也是就是一次等于读2个了哈，那就是大家也跟我读，我们背单词的时候也这样背，好吧？就是 he hamatia hamatias OK 跟我一起读吧哈 he hamatia hamatias。好 hamartia 这个词呢，它是指罪哈，就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它的字根是 hamartia 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单词叫 hamartology 这个就是指犯罪学或者叫罪论研究罪的一个学问就是从这个 hamartia 过来的。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 archi 呢，它是指这个开始或者指这个统治者那它这个有这个 is 你看所有格也告诉你这个 he archis 就是这样把它背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好吧 he archis archi 这个词呢因为这个 he 它在英文里面的转写是 ch， 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这个 arch 呢，在英文里面它是一个前缀，它主要是指拱arch 它这个拱或者是这个主要的追加 bishop 就指这个大主教这是英文里面这是用这个词变过来的好，然后呢，这个 gar 是一个后置词，就是我们翻译为因为那么这个没什么这是一个好，然后呢还有接下来一个词叫 is 就是进入的意思，在什么什么里面这个叫 is ERS 呢在英文里面呢有2个词这个 ERS 就是 is Jesus 是指牵强附会，我们叫我著六经，是不是？就是我把我的这个理解读到了这个经文的本身，读到了文本里面就是我怎么理解这个文本，我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是吧？所以我们叫牵强附会。那我们讲的那个解经呢 ，X Jesus 你看，所以这个一个是 is 是进去的，第一个是这个 X 是出来的，就是我把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经文里面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叫解经这个叫六经注我一个叫我注六经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是你把你自己的意思读到经文当中，另外一个是你把经文的意思把它读出来，本身的意思把它读出来所以一个 is 就是进入嘛，就你把你自己的读进去了，叫 is Jesus。那读出来的呢，这个正确的解经这个叫 x Jesus。
有意思吧哈？英文里面呢也是一个 is 一个 x，x 其实这个 ex 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指出来嘛，对不对？那个出口 exit 就是指这个出来嘛，对吧？所以 ex 这个是指出来，ers 呢这个 is 是指进去所以这也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词。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是 x 级的时候是正确的解经，读出经文本身的含义，而不是我自己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那个就变成一种牵强附会了好，好，接下来一个词exousia 是指这个权柄、全能的意思exousia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Hey exousia exousias 你就是这样背就好了。Hey exousia exousias 它是指全能、权柄。那这个词转写过来呢exousia 其实就是这个英文的 authority 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好，接下来一个词 euangelion euangelion 呢是好消息、福音的意思它是一个中性词所以这个 to 那我们背的时候就是 to euangelion euangelion 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to euange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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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这个字根在这里它其实我们转写为英文这个英文这个 upsilon 在转写为英文的时候，一般都转写为 v evang GELRE 对吧？所以 evangelist 就是指这个布道家、传福音的人对吧？evangelical 也是从这个词过来的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派就是从 evangelion 这个词变过来的接下来这个词叫 curious， 刚才我们已经变过了how curious curious 大家我们一起来读how curious curious 这个就主，它有一个呼格我们就是讲了 curious 那是后面我们会讲就是这个呼格其实就是一个呼求，就是一个就是主这就是讲或者是看呐behold 这些都属于呼格，那个比较简单curious 就是指主，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喊主主的人curious 那个就是指主主那这个在东方教会包括罗马教会里面有一个叫怜悯经的那叫 Curio Eleison，Curio 就是主Eleison 就是怜悯所以就是说主求你怜悯的意思这个很好听的有各种各样版本的，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发几个你们听一听，他们就唱 Curio Eleison 其实很美的这个不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初代教父沙漠教父到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会很强调唱这个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否定词叫 may 就是 not 不要不免得它会跟另外一个字 放在一起，表动双重的这个否定不是肯定不是双重否定变肯定，而是这种加强的否定may 就是绝不的意思 ，never may 所以 may 就是不这个也没啥好，接下来一个名词呢叫天空和oranos 这也是一个阳性的后 oranos ona 你就读的时候就是后 oranos oranu 我们一起来读后 oranos oranu
在这个词转写过来哈，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这个 Uranus 是指这个天王星哈，因为这个天王星 Uranus 原来它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它是天空之神啊，所以就是这个天空这个词变过来的。这个词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因为受到这个犹太人的影响，我们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哈夏玛伊姆它是用个复数的，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它有些时候也是用这个复数的，但是呢，我们翻译的时候是可以把它翻译为单数的当然中文无所谓，反正都是天天。这个没有什么单复数之分在英文里面他们会加这个 s heavens 但是它那个加 s 的复数并不是表达有好几个 heaven 而是表达诸天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个翻译的时候是可以把它翻译为单数的，因为那个是来自于犹太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种用法好。最后几个这个是hutos 就是这个hutos 这个当然它也可以有复数的就这些单数就这个，复数的就这些，所以你要看它修饰的词 hutos 当然这个词非常复杂，我们到13课我们后面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专门会讲这个 hutos 它的一个变化形式。现在就是说它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嘛这些，它作为名词的时候它可以表明就这个人或这个东西或怎么样。好，那后面我们再看你先记住这个词 hutos。接下来是 su su 就是你 you su 就是你，这个没什么好，接下来这个是儿子子孙 huios 好，那我们就是背的时候就是 ho huios huio 我们一起来读ho huios huio 当然它也可以不仅是指这个，因为它是阳性的，但它也可以不一定是只是指阳性的儿子它也可以指这个儿女就是child children 都是可以，就是说是一个孩子也可以用 huios， 不一定非要是用儿子，它也可以是一个代称统称。最后一个 hoste 就是英文里面就 so that 就是以至于所以这个词没有什么就是以至于所以。好，今天我们单词不多就这么几个大家要把它背下来。